我靠，我都想哭，你知道吧？那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它连接着藏南一众惊世的风景，却依然是喜马拉雅的静默之王。它不是世界尽头，却完整地保留着冰川退却後的时间痕迹。它无需仰望，却也足夠讓你驚嘆。想起來有多興奮，現在就有多狼狽，有點暴雪的感覺，痛死了，太誇張了！這個今天有1000人吧？這什麼神仙景色呀！爬成了人生第一座雪山，這個感覺特別神聖。它在你離開很久之後，仍然留下回聲，它讓所有的經過都成為經歷。它就是時間在這裡流轉的壯麗，絕了，太超現實了，也值了，太美了吧！這個吹死我了！哎呀，它就是庫拉岗日。從拉薩啟程，穿過雅魯藏布江，隨着山勢的不斷抬升，世界也逐漸變成单一纯淨的藍色。100公里之後，翻過最後一個垭口，我們到達了今天的第一站羊卓雍措。哦，你们要什麼樣的？豎的、橫的呀？豎的是吧？太陽後邊這個是吧？啊，好，哎，好，對，那一塊比心也行，來一塊，哎，對，好。我這兒的海拔是4441米，啊，我說剛才怎麼跑2波喘的不行，現在都4500了快。現在冬季的話是東遊西藏的這個活動，所以說所有的這種 A 級、4A 級景點還是5A 級景點，就是全部都是免費，然後只需要登記一下你的身份證就 OK 了。這洪嘴歐現在還沒走，對，他現在應該回西伯利亞了呀。他們估計這兒知道這兒有吃的，這兒有遊人，所以不飛他就。牦牛的坑味兒，對，牦牛的坑味兒，牦牛營業點兒。現在就有1頭牦牛在營業，估計夏天的時候這全是牦牛的地方。今天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羊卓雍措。然後這邊是它的3號停車場，因為只有3號停車場的話，我們從無人機的視角看了一看，然後可能只有從這兒能最深入到湖邊。這應該是已經算我們第3次進藏了，但是和前2次不太一樣的是，這一次呢是冬季進藏，而且我們要完成一個上一次讓我們特別念念不忘的徒步路線，就是庫拉岗日，也是最近特別火的一個徒步路線。但其實我們上一次那個去庫拉岗日呢，因為是夏季，所以天氣不是特別好，連庫拉岗日的影子都沒有看到。就算是沒有看到庫拉岗日峰的影子，但是依然給我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那個湖實在太好看了，所以這一次我們有這樣的一次機會去到這兒，決定彌補一下上一次的遺憾。啊，飛起來了，飛起來了！冬季的西藏，乾燥的空氣也帶來絕對的純淨。風從湖面掠過，雪峰在遠處守望，湖水中閃耀着那些關於神山聖湖的傳說，讓這一切顯得是如此的西藏。其實還是北線的魯日拉觀景台，其實那兒才是最好看的。你到那個觀景台上，你才能明白它為什麼會被稱為3大聖湖、6大雍措。那個地方的話，你看羊湖真的是絕了。所以如果你有時間的話，你就往那邊走一走，去魯日拉觀景台，看這個顏色的漸變啊，從底下的藍，一直漸變到上面的這個粉紅。哇，這天哪！你看這兒，右轉，隨後到達目的地。我們現在到的就是普摩雍措，然後這兒有個觀景台，你看那邊，這天多誇張啊！剛剛太陽落下去，然後整個湖面上現在都是紫色的，然後再看看這邊，隱隱約約的庫拉岗日，這就是風有點大呀。這今天晚上在這兒睡覺，現在海拔是5000多，不知道能不能睡着啊。其實我們就差一點點，也就差個估計有個20-30分鐘，半個小時，然後到這兒可能就能看到這邊的日落。我最大的心願就是今天晚上不要高反。這一趟行程我們還沒有在5000多的海拔歇呢，休息呢，所以我心裡還是很擔心的。鹏哥倒他不擔心，他覺得沒有問題。這個觀景台其實挺好的，以特別好的角度拍到庫拉岗日還有那個普摩雍措同框。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海拔特別高，到了501018。然後第二點的話就是
它守着国道，可能是會過車。第3點就是風特別大，別的都是挺好的。早晨風確實小一點兒啊，從這個角度看的話，庫拉崗日還是有一點點被擋的。看到那邊太陽還在雲裡頭，所以現在它的光線是照不到那邊庫拉崗日的。這邊就是庫拉崗日這一片，然後看到中間這個小島了沒有？好像是這個島，還是不知道是這個島。大概在1月份、2月份冰封的時候，這就會有一個趕羊節。然後這個趕羊節的時候，就是好多牧民都會把這個羊趕到這個小島上去吃草，这也是一個傳統民俗吧，相當於。像這些小房子其實也都可以住，但是因為現在是冬季，所以這基本上沒人營業，太冷了，簡直大概就是不到零下10度吧。这普莫雍措讓我們一步也走不動道啊！剛走了沒2公里，看看，這應該可以上冰了都。我的天哪！普莫雍措其實還沒有結冰，但是現在有那種推冰。那這邊推冰不太一樣的是，它不是那種被煎的冰碴子，而是圓的，也特別漂亮，結晶體。除了這個，你還想說點啥不？除了這個，凍死了！哎呀，這個湖邊的這個溫度同樣零下5，但是在湖邊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哎呦，会冷，啊，舌頭了，会冷很多。無論在什麼季節，普莫雍措的藍都是我見過最深沉的藍。在時間和溫度的雕琢下，湖水被反復凍結、斷裂、隆起、堆疊。在岸邊逐漸形成了一道明顯的藍白色冰推分界線。雖然庫拉崗日在遠處依舊若隱若現，但更遠的喜馬拉雅山脈則清晰可見。純潔的藍天，潔白的雪山，深藍的湖水，白色的冰推，雲霧下的世界以最原始和純粹的方式展示着眼前的一切。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推瓦村，为什麼要說又呢？因為我們夏天的時候來過這兒，但是很可惜視頻沒出來呢。我們在冬天的時候又來這兒，不一樣的地方是哪兒？全部都是推冰，全部都是巨大的冰塊，隨着這個浪在往這個湖邊湧。因為這個村子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村，天天這個村子裡的人們推開這個窗，然後看到的就是這樣，對面一排排的雪山，這是什麼心情啊？唯一一個缺點就是海拔太高了，心情是好，但是並不是特別利於這個身體的健康。據說是國家給這裡的村民安排了就是海拔低一點的地方，但是這裡當地的村民就是對這裡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們都不願意離開。這個原圖拍出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哇，這張挺絕啊，這張好看啊，給這張照片打個分吧。打個分吧。你看往下邊走的這個樓梯，左手邊的景色，然後遠處真的是這什麼神仙景色呀！這繞到後邊來了，怎麼繞怎麼美。哇去，這藍的呀簡直不像話。不一樣的季節，不一樣的美。但是每一次走到這兒的話，只要不刮風的情況下啊，就是讓人感覺特別平靜，說不上來那個，就是願意多繞2圈。
3米。我們进入莫扎县了。我去，你看右边。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翻过刚才那个垭口之后，一个完整的库拉岗日雪山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压迫感太强了。离开普莫雍措和推瓦村，库拉岗日以一种直面的姿態，猝不及防地出現在我們面前。7000米級的雪峰造就了眼前這種壓迫感十足的視覺震撼。如果你只是為了單純看一眼庫拉岗日，那麼我相信只用這一眼就已經足夠。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库拉岗日这个停車場，明天估計是開始第1天的徒步，是拍馬林措。我們原本的計劃是，上來以後先圖一個山脊線，然後去拍一拍那些人生打卡照片。但是現在看到沒有，那邊什麼都看不見。看我那邊的庫拉岗日群峰，它就是什麼都沒有，烏雲密布。但是我身後這兒，這個雪山不知道什麼雪山，這邊就藍天白雲。也就是單單只有腦袋頂上這一片烏雲，這山裡的天氣真的是說不清。各位，一覺起來看看外頭，全是雪，我靠，這什麼開局？怎麼昨天還是什麼事兒沒有呢？我昨天晚上下了多大雪啊？還是有好多人就大早上起來就過來了。看一下那邊天，就是那個方向就是庫拉岗日的方向，稍微有點陰。看早上起來這個庫拉岗日的登山大軍。看看這個，看這個車，然後這個大巴車已經有2輛了。我們收拾完了，天差不多亮了。出來以後一看，我的天哪！我去，太誇張了！這個，今天有1000人嗎？還在來人，看那邊還在大巴車在來人。這全是讓領先和林克斯帶火的嗎？這是因為，你看成這，太誇張了，太誇張了！這個，哇，這個大巴車拉來的絕大部分人。他們可能是在這個湖邊，從這兒然後看一看日照金山，但很可惜，看什麼都沒有。飛機給我，飛機給我！我操，我弄不開了。下雪了，飛了。正在日照金山，但是只有一個小尖尖，這遊客看到都是霧。對，我們也看到的都是霧。這個感覺特別神聖，因為它就一個小尖尖露出來，然後四周圍全部都是雲霧。哇，這是雲海嗎？這整個湖的雲海。哇，這個顏色太詩意了，有點夢幻呀，有種特別虛幻的感覺。因為你航拍的畫面來顯示的話，特別的水墨這兒變成了，這絕不誇張，就遊戲貼圖那種感覺。它有點光暈，整個在這個山上、湖上，然後雲上，你現在都不用黑柔、白柔什麼的，所有什麼柔都不用，就有那種特別夢幻的感覺。航拍升起後的世界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景象。庫拉岗日以一種近乎神聖的構圖出現在畫面之中，周圍的山體在一夜的大雪之後，用水墨和柔光在雲霧中鋪滿整個天地，如同遊戲畫面一樣虛幻的場景，就這樣毫無徵兆的出現。這邊的湖就跟個遊戲中的場景一樣，我們就行走在這樣的水墨之中，突然感覺看不到日照金山也值了。哇，這個場景太夢幻了！這上面這個不知道是雪還是霧凇，看這一束光了沒有？啊，你要仔細看的話，那一束光照在這個山上，然後那束光呢，還有一些雪片在閃耀。腦袋頂上，我不知道這是月亮還是太陽，應該是月亮吧。啊，這個場景太超現實了。哇，這個明顯，手機裡頭這個明顯。哇，不是，你看那個手機裡頭拍出來的，不是太絕了，我靠！你看，還閃閃是吧？啊，在那雪在那個陽光底下爆。對，它在閃耀，一直在閃耀。
然后但是特別奇怪的是，只有這一柱光。我曝光往下拉了，看到更明顯，太絕了吧！我們現在順着這兒，然後繼續往前走，一會兒就切到山脊線上，然後切到山脊線上之後呢，然後再往下切，然後繼續我們的逆時針環湖。今天大概是10幾公里吧，也就從這兒才算我們真正的起點。那這一次徒步呢，我帶上了我手上這台跟現在的酷拉广日一樣火爆的華為的 Mate 80 Pro Max， 然後因為它有一個你們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一種手機模式，叫做戶外探索模式。我們這次就一塊來看看它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然後我們出發之前呢，就先把這個手機切換到戶外探索模式。戶外探索模式這個界面都不太一樣。然後我們打開它這個滑板地圖，酷拉港日白馬林措環湖，就要這個吧。下載軌跡 ，OK， 可以直接點這個尋跡導航，你可以隨時看到這個爬升趨勢。這還有一個信號風險預測，絕大部分情況下可以看到信號是比較良好的。這關了屏之後還有一個息屏導航，然後也就是說你不用再去解鎖啊什麼的，直接拿出來手机就可以看到整個這個息屏導航。我們現在沿着軌跡往前走吧。目前為止，這個酷拉港日風一直出着，但是那邊的卡热江啊、过拉港日都没有。哇，太陽出來了，看我的影子被拉得好長啊！這是18000步的地方，從這兒切，這也是比較明顯的一個路基。對，從這兒開始往上切就行了。哎，我們需要從這兒直接拔到這個山頂，然後沿着山脊線再往那邊走。白馬林措，然後那邊就應該是酷拉港日，但是現在大部分雲都擋着它。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山脊線的最高處，然後一會兒就順着這塊往那邊走。等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沿着这条线，然后往上回来。真的出尖了吗？这麼給面子的嗎？我的天啊！我們現在海拔是4800左右，在我們身後的那個又被擋住了。剛才就露了一點點的一個小尖尖，突然又被擋住了。但是真的很給面子了。我們上回來連在哪個方位都不知道，這回起碼他讓我們看見一個尖尖了，而且看了2回還是3回。同樣的地點，不同的時間，雲霧中的酷拉港日，行走在山脊線上的感受也完全不同。眼前的白色雪峰和藍綠色的湖水，會讓你在這一刻覺得，這個世界依然是如此的純粹和聖潔。從這個陸地上看的話，到這兒應該就往下切了，切到下邊去，然後那個有欄杆的地方，還是稍微有點陡這兒。程2公里，耗時2小時23分鐘。主要是下過雪了，還有路跡你也看不出來了。看着牦牛吃草的地方多講究啊！哇，這也太好看了，太絕了這個。回到主路了，我們就順着這條線，然後繞着湖走了。哦，已進入信號高風險區，可能無信號，請謹慎前行。哦，這就是它的訊號預測功能。
這個功能確實實用。這樣的话就可以讓你快速的去通过这些信号高風險區，就是沒有信號的地方，然後到有信號的地方。14000步，就是意味着我們還剩14000步，走吧。這個雪山是越來越近了，壓迫感是越來越強了。繼續走，一半還沒走完呢，失敗。失敗，是什麼導致你走這麼慢呢？哎呀，等啊！你總是相信神明會眷顧我，不過其實大多數時候他不會眷顧我。只是覺着再等1秒鐘，下1秒鐘就會天晴，然後就能看到聖山。結果這大部分時候也有這個運氣。人生沒有運氣就是常態。對，有人都可以只有運氣。是。這是從山上融下來的水，然後匯到這個湖裡頭。就現在沿着白馬林措的湖邊，现在走個亂石堆。前面有一片沙灘，我現在在亂石堆之上碰見了另外一波人，估計是順時針轉的。你們是順時針轉過來的？這邊是不是再走1-2個小時？比我那還能到吧？估計得多一點，因為你看這麼大一爬升的，這片應該原來也是白馬林措，但是可能因為水退的太多了，所以全是那種灘土、大石頭。右腳別踩冰，可以到這兒跳過來，使勁多跳點。哎，對，漂亮！你寫啥呢？這俩字怎麼念啊？這個是明示了吧？都已經。现在走了不到6公里，然後用了5個小時，累計爬升了338。我們從這個位置橫切過來的。其實你從這個角度看着這個白馬林措的話，最遠處是藍色，然後就變成了一種黃色吧，再往這過渡又是綠色，然後棕色，然後淺一點的綠色。上面他們倆下梯子有時候都得倒着，所以說這坡度應該很大。再往下看，這邊就是白馬林措。看你们倆在那個一直在那兒，怎麼一直在那兒？因為我們一路上都沒有遇到人，根本就沒有人。我們出發的晚，我們12點才出來。上面得小心一點。好，謝謝。我們現在有2個選項，一個是沿着湖邊走，但是湖邊呢，我估計就是這種碎石路；一種就是沿着這個邊中間的這條線，我覺得中間好看一點。對，我們不走最上面。好了，走了，拜拜。一路順風，注意安全。我靠，這是90度的梯子吧？呀，這是水平面，你看這梯子的坡度，這纯90度啊！直上直下嘛，這是。他們下着应該是比上着要害怕。天哪！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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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然後從那個梯子上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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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去，然後估計上到頭，然後再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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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去。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這是上坡或者下坡唯一的抓手，所以它這個樹已經被磨禿魯皮了，你看。我靠，這個多可沉了！絕了啊！得手腳並用。手腳並用。小心點，這上面有冰啊！艱難的接飛機，可以了嗎？啊，我的天哪！然後主要是這個地上太滑了，碎石加雪，這個路面。現在那邊開始往這邊飄起了小雪，然後我們現在走到的是7000步這個位置。說變就變，這個山裡的天氣，但是應該過去的也快。我看一下天氣預報啊，當前無網絡，下拉使用衛星網絡。
未来12小时，请向右转动手机。它现在正在接收卫星信號。它如果在无網絡的情況下的話，它就可以接收衛星信號，然後來更新天氣狀況。這個確實很有用啊！看17點，一會兒17點的話，陰-1度，17點、19點，我們應該能走出去，加油吧！那能不能看到真真？這我查個天氣的功夫走到那兒了，腿腳還挺利索。雪下得越來越大。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我就特別想燒一下。放火燒身，牢底坐穿。我們還有6666步，祝大家都666。你騙我！你說沒有爬升了？沒有啊，沒有騙你啊。這過了這兒就沒有爬升了。我說的就是過了這兒就沒有爬升了。不信你，你個騙子，你個老騙子！看不見頭啊！哎呀，這100米爬升真的是要命。哎，這武功山400米爬升也不如這100米爬升累。哇，面罩上已經全都是雪了。早上起來有多興奮，現在就有多狼狽。上到這個頂兒，還有100步你就沒有爬升了，剩下全是下降。從這個位置看，白馬林措已經完全看不清了。這雪是下得越來越誇張了，有點暴雪的感覺。路上已經沒有腳印了，這就說明已經很長一段時間，起碼是下雪之後，沒有人從那兒走過了。此生難忘的回憶呀！我們是從早上開始的如電影遊戲一般的場景，進入到的白馬林措，然後現在又依然如電影遊戲一般的場景，然後出去的，只不過開頭是一個夢幻的，現在是一個殘酷的，是一個冷酷的。吹死我了！哎呀，別掛了！加油！隨着世界在此刻被抹去所有的層次，我們的視線也被壓縮到幾步之內，腳下的路一次次被掩埋，又一次次的被踩實。大自然從不為任何人妥協。此刻的畫面雖然殘酷，但依舊壯美。終於到了，你看我們的帽子上都已經，我的帽子上都已經成啥了？天哪！哎呀，這個雪下的我們是意料之外。從導航那開始，它是10.64公里，然後用時8小時，拍得多，一邊拍一邊走，所以用的時間比較長，累計爬升600多米，然後平均1.3公里每小時，後邊就比較快一些。OK 了，這就今天結束，回去趕緊暖和暖和，我感覺我凍傷了，我們都快。現在是第2天，然後我們要去圖另外一條線。這就錯，這個相對簡單一點，所以基本上不用什麼導航。雖然不用導航，但是只要你開啟這個戶外模式，它就會有一個14天軌跡點的記錄。所以如果遇到什麼突發情況，你完全可以按照之前記錄的軌跡點安全返回。這是昨天的整個環湖一圈的一個軌跡點，還是挺清晰的。這個軌跡點，看那邊天已經微微亮了。就這個位置能看那個小尖兒，但是現在雲就遮住了。你看它馬上露出來，過拉岗是馬上露出来。一回頭，我去，太美了吧！這個雖然不是過拉岗日的日照金山，但是這個太美了吧！這個也，我靠，我都想哭，你知道嗎？那一瞬間，不知道為什麼。同樣的場景和畫面在第2天神奇的再次出現，金色的晨光從過拉岗日雪山的脊背流下，雲海在山谷中翻滚漂浮，將山腳與天空隔開，卻又將最溫暖的陽光灑向這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那邊太陽已經出來了，
還感覺雪在發光，不灵不灵的。看着人呢，我的天哪！後邊還有。這不知道什麼脚印，你看到没有？這個腳印有沒有可能是狼啊？怎麼爬個库拉岗日爬成了人生第一座雪山啊？我们现在登上来了，但是忘了戴眼鏡，還是有點刺眼的。可以看到我身後攻打庫拉岗日大軍，我的媽呀！那邊還有源源不斷的上來的，太誇張了！這個人現在。包括這邊看身後往那邊走的人也巨多，我實在是沒有想到，我們夏天的時候來這兒的時候，幾乎就是沒人，真的幾乎就是沒人，特別少。看我眼前就是庫拉岗日，可惜現在被好多雲環抱着。我看一下一會兒天氣怎麼樣，會不會晴？這現在是零下6度，我的媽呀！10點、11點可能還會有點雲，我再等等看吧。其實這幾年呢，隨着戶外運動呢越來越火，然後裝備呢也一直更新換代。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個裝備，然後我們天天帶在身上，時時刻刻在用，但是真正在戶外使用的時候，它就好像就只剩下了一個功能，就是拍照。對，沒錯，就是手機。但是呢，直到我試用了華為 Mate 80 Pro Max 這個全新的戶外探索模式，它真的是解決了好多我們戶外使用手機時候的一些痛點和扎心的問題。你比如說熄屏的時候也能看導航，不用再反復的亮屏耗電，然後沒信號的時候呢也能發消息，隊友之間我們可以隨時通聯，還有一鍵可以生成求救的軌跡，安全也隨時再有保障，極限續航也可以直接拉滿到14天，長途的冒險再也不會再慌張。但是說到底呢，我們戶外玩的再久啊再野啊，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對，沒錯，就是安全回家。而這個戶外探索模式就是默默為你護航的好搭子。所以你覺着戶外手機還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功能？我們可以一塊兒在評論區聊一聊。這一陣雲又全過去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出來。這邊下去嗎？啊，我來。要沿着山體走還可以。是吧？有個大神要沿着這塊下去到湖邊，然後一直從那走到湖邊，去那邊去看一下。那個位置就是李現、林克斯合影他們那個地方。這上面基本上散沒了，航拍上基本上散沒了已經。你看，就是山腰這兒有一點點。当霧氣開始消散，庫拉岗日在此刻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終於緩緩露出。被歷史雕刻的白色金字塔山體鋒利而優雅，所有的風、霧、雨、雪，在數不清的時間長河中，都被凝結成了我們眼前的這7000多米的高原水墨畫卷。